本次视频主要是介绍虚拟卡的使用场景，对于苏佩不了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视频说明区或者评论区找到我的上一期视频，了解如何开通、充值以及支持的类型。事情的起因呢是这样子的，最近这段时间总有个别朋友主动跑来问我，例如 TikTok 付款不成功虽然我没尝试过，但是您可以试试。但有些时候付款不成功呢，也未必是卡的问题。从卡的理论上来说 ，BRN 号都是美国的。苏佩这边有5大分类，分别是 AI、电商独立站、广告投放、订阅服务、商务旅行。已经 AI 可以付款成功的 ChatGPT、Midjourney、Cloud、GitHub、Notion AI 都可以支持。电商方面呢 ，App Store、PayPal、Amazon、Spotify、TikTok、谷歌、奈飞、Steam、YouTube 这些均可。目前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中国电商平台支付的虚拟卡，例如可以绑定 WeChat 和阿里 Pay， 可以作为一些华人已经移民多年之后呢，没有国内银行账户的补充付款方式。顺便提醒一下 ，App Store 支持，但是 Apple Pay 不支持。虚拟卡的最大的优势是充多少用多少。在电商网站平台，确实我也看到过有一些人反映，在某一个平台购物后，自己的信用卡被盗刷了。那么虚拟卡你充多少用多少原则可以大大避免你这些损失，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你用了虚拟卡买了又退款，退款率高于一定的百分比，那么你就会被封卡。退款率高的行为不建议使用虚拟卡。就如同我上面所说的，苏佩目前支持 WeChat 和阿里 Pay， 您可以注册后，其实在线下实体店铺哪怕在中国旅行也是可以用的，即使你是中国内地居民，你也可以开通这个卡片来实现支付。这个卡片是目前新推出的，你可以点击这里的电商独立站分类，然后看到第一个就有显示 Visa、微信支付宝。其他的卡片不支持绑定微信、支付宝，即使可以绑定成功了，你去消费可能会导致封卡，切勿尝试。写明支持的，你就可以尝试。那么点开详情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效期是3年，小额管理费单笔小于$50会被收取$0.38的固定交易费。这里其实也有一个互相让人矛盾的点。第一，我们在支付宝和微信消费绑定外卡后，目前的政策是200内交易是免除3%的手续费的。这意味着，如果说你付款超过$50，那么苏佩这边的0.38你免除了，但是支付宝和微信那边却要收你$1.5的手续费。那我的结论是，每次交易尽量保持100到200之间，获得最佳费率。下面有一个红色字体提示，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些卡绑定了订阅付款，类似每个月自动扣钱的模式，你一定要注意余额充足。如果说被尝试多次余额付款支付失败的话，小心封卡。这一点我曾经在支付宝上付款失败也遇到过，没有计算好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余额不足，失败多次以后，连支付宝都不会让你再次用这个卡片了。剩下的使用一些场景有一些是重叠的，不过特别说一下商务旅行。如果你有一些虚拟资产，但是呢想去订机票，未必所有的网站都能支持加密支付，所以你可以利用苏佩来完成开通一张虚拟卡，然后采用虚拟资产来充值，再然后你就可以畅通无阻的在 Expedia、Booking、Airbnb 等网站预订机票和酒店，也可以打车 Uber、Lyft 或者点外卖 DoorDash、Uber Eats 都能支持。这样你的币变成可以消费的货币了，这张卡成为了你的虚拟资产和法币支付的一个桥梁。其实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场景不能支付，你就拿这个卡片去绑定一个 PayPal 就可以了。有了 PayPal 账户之后，你只要在任何的支持 PayPal 的商家几乎都能支付。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有一些商家呢必须要求特定国家地区的 PayPal 的话，那你注册的时候呢必须选择那个国家。我已经知道的，例如谷歌之前有一个 PayPal 的付款选项，中国 PayPal 支付是不成功的，香港 PayPal 能支付成功，而且还有一家比较有名的 VPS 商家，名字就不说了，居然只允许PayPal 香港能支付其他国家一律不接受。
PayPal 的市场占有率，在我的意识里面，应该是有70%以上的商户都能支持。上一期视频呢，由于我本身就是 Plus 会员呢，没法重复开通，这次呢，我演示全过程开通，做一个完整版。好，我们进入主页，然后现在的话要到左下角点击头像，然后点击升级套餐。那么到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是免费版本，那么我要升级到 Plus 会员，点击获取 Plus。OK， 那么我以前的话是绑定过一张卡片的，这张卡片也是美国卡片。那么说实话，其实虚拟卡完全没问题，你点击用另一方式支付。那么这边的话收一个验证码，验证码我收到之后呢，你就填写上去。那么也可以改为收邮件验证码。OK， 那么到这一步的话，你可以输入卡号、有效期、安全码。那么注意，你千万不要泄露你的这些信息下面的有可能呢，我这个马赛克打的不是很好，有可能有些黑客呢可以看出来我的卡号和安全码。那就算你看出来的话，其实我这边是充多少用多少的原则，里面也是没钱的啊，你没法盗走的。那下面这个是账单地址啊，账单地址的话，我想讲一下，就是你第一次用的话，你尽量采用书配里面设置的名字和地址。那如果说你是老用户，像我这样子的，你尽量输入你以前的信息，不要变更这个名字和地址信息。例如有些人说，我选一个免税州其实不用的啊，我这边拉斯维加斯照样是获得免税啊。事实上，那个内华达州不是免税州。那这边有验证码，验证码的话，你点击这种图片跟它相似的，比如选大象。好，验证通过，它就鉴别你是不是机器人，正在处理付款。那付款的话，有些时候处理很久啊。到这页面的话，其实说明已经成功了，上面已经是 5.1 了。那这边的话，我们现在还要做一个动作。例如说，我这边点击升级套餐，我看看还能不能再升级啊？我可以看到，我现在当前套餐就是 Plus 会员了，你就没法再升级了，除非说升级200块那种啊，200美元那种，那太贵了嘛。这边的话，你就可以检测你是不是升级成功了。好，现在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点击设置我们要管理这个订阅，不然如果说你不管的话，它会给你重复扣钱，下一个月的今天它就会给你再次扣费，因为它是订阅机制的，你必须要取消订阅，点击管理按钮，然后按订阅取消就可以了那么就取消成功了。那么下次的话，它就不会再给你设置自动扣款了。那这样的话也不会造成你的零余额到时候被封卡现象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